天哪，这水量！什么样的人会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？搞到最后是同一条路哎，是新的吗？哇，好有趣哎！今天的日月潭水位真的好低，你看码头和水面上的船，整个差了一大截。谁啊？谁家小孩在上面玩啊 ？Just me, Sunman Lake and the open road. That's right. 大家早，我是 Wendy。看得出来我现在在日月潭吗？下雨天，今天没有骑车，想说再来环湖一圈，走路环湖。这一次也不跑了，就决定直接散步咯。雨天的日月潭我还真的没看过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去瞧瞧吧。Ready go！ 后面这个步道还是不通，那我只好再继续走上一次环湖的那个路线，就是要先绕去饭店那里，云品酒店那里吧。先绕过去那边，然后再来去接步道咯。刚刚那个松柏仑高架自行车道，它是写到3月啊，3月底，现在都4月了，好吧，还没通，那就走出去咯。就像刚刚后面那个年梯步道也是一样，他说好像4月1号会完工吧，也还没好啊。那我再继续走了。结果刚刚那是同一个步道，就是年梯到松柏仑的串联步道了。环湖步道入口，这是我第2次走这里，所以我很熟了。环湖步道入口。步道下来后方这个施工啊，感觉快要好了，让我们期待吧，敬请期待。降雨几率70%，确定会下雨。只是比较幸运的是，这个雨呢，就这样子间歇雨，而且目视就知道水库的水量应该不是很够啊。那这样不是很准，等一下来去九蛙那边看一下，今天可以看到几只蛙。从这里看过去更明显。天哪，这水量！什么样的人会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？这边也是挡起来啊！而且好笑的是，我上次环湖的时候，那里也是挡起来啊。只是那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前面不可以走，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弯出去了。好吧，下雨天啊，雨越来越大了，撑伞了，那就走出去咯。又接回来自行车道了，这伞要拿高一点，才拍得到后面。刚刚后面那个好好笑哦，搞到最后是同一条路哎，所以我要从自行车道的那个入口另外一边就可以通过来了。什么神奇路线啊？日月潭。那我们现在就从这里九龙口前往水社了。下雨天了，雨越来越大，下大一点吧，日月潭喝水喽！复习一下，日月潭加油码头，加油！水社码头在1.2公里。造物码头，我们又见面啦！
前方那个慈恩塔，看我今天有没有力气爬上去啊？奇怪，我怎么不记得我上次走路有走过这里啊？是新的吗？哇，好有趣哎！这个天气只会想到可以躲雨啊。来到造物亭，听名字就觉得很梦幻。早晨的日月潭藏有薄雾，让湖面看起来特别有气氛。走到这里，刚好停下脚步，看看湖景，放慢一下节奏。这个角度看过去更明显。今天的日月潭水位真的好低，你看码头和水面上的船，整个差了一大截。真的下大雨喽，超大的，还是要继续环湖啊，好玩。终于可以离开公路，走下来这个步道了。这雨真的很大，多下一点啊，真的很缺水。这雨真的超大的，而且我又不是穿防水的鞋子。往象山游客中心，在1.9公里。旁边那个涵碧半岛，就是上一次我朋友啊环湖的时候，他有去绕了一下，我才有办法在水社码头追到他。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环这个日月潭的话呢，是可以不用绕过去的哦。这样子公里数就大概是30。独享水社坝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连假的第2天嘞，水社坝，你看，没什么游客，因为下雨天啊。奇怪，我每次到的地方都是我自己独享，是怎样？之前为了集4季奖牌的章，来日月潭环潭至少10次了吧？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月潭的干枯期啊，有够夸张的！只能希望这个雨啊下多一点，在雨中漫步是不错，有水才重要啊！尽情的下吧。象山游客中心要到啦！你可以想象这一整条路没有什么人，没什么自行车啊。有发现今天象山游客中心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谁啊？谁家小孩在上面玩呢？真觉得我自己是行动派的啊！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图片，想说象山游客中心呢，一定要来看一下。新闻上写着，日管处与艺术家宁瑞杰合作举行个展。9公尺高的红发女孩摩啊走出画框，爬向象山游客中心的外墙。这创作角色摩啊法文代表我，是宁瑞杰心底最纯粹的童年缩影。摩啊让整个外墙多了一点童趣，也让这次拜访多了一种很梦幻的感觉。离开象山游客中心了，感觉游客现在越来越多了，因为雨停了。那我雨伞也收起来了，我倒是还蛮希望它继续下的，因为看着那个日月潭的水啊，真的会觉得缺水，缺水。哇，拜拜！如果我今天骑车啊，一定超爱这个下坡段。可现在是徒步，就要拼命的刹车啊！再加上我的鞋子还蛮湿的，感觉里面都积水了。然后现在又开始下雨喽。好诶，继续下。
又到了这一段上坡路，这一段就是骑自行车，千万要用牵的，不然要有很大的勇气哦。这很陡的，你看刚刚那里陡上，这里就陡下了。北部下大雨，连台中都下大雨了。我现在在南投，我觉得我这选择是对的。这里有点像间歇雨，有时候会下很大，不过很少啊。就早上下了一次，然后现在就是毛毛细雨，那就撑着伞，慢慢环潭。太久没有来日月潭了吗？忘记这边还有长上坡。慈恩塔，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到慈恩塔山脚下，认真思考一下，等一下到底要不要上慈恩塔？我在想那里风应该超大，好吧，慢慢思考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，看我会不会上慈恩塔。就这个环湖1号隧道旁边这个步道，如果是骑单车的，我还是会建议走公路啊，因为这步道上去就是我刚刚走过来那里，真的很不容易哦，陡上陡下，几乎是要牵车吧。那环湖呢，我也蛮怕这一段的，因为接下来就要开始走在公路旁边了。加上你们刚看到那个落叶啊，很难走在白线里面啊。现在就只能快走啊，快点结束这一段吧。选光式、选壮士，我在南投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春雷，打雷后，哇，下大雨吧，日月潭缺水啊。看地上那一堆落叶啊，车子来是要闪去哪里啊？可以感觉到雨下的超级大吗？这个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凉亭超赞的，感谢这凉亭啊，进来里面躲雨一下。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金龙山步道。慈恩塔开始找借口啦，爬上来的选壮士，慈恩塔竟然要再走个1.1公里，然后我就决定不去慈恩塔了，就按照原来的环潭路线继续走咯。怕这个雨越来越大。继续来走公路啦，现在开始起雾了。很美哎，很像走在油画里的感觉，非常的浪漫啊！上面这个泡泡是什么东西啊？太好笑了，不知道刚刚踩到什么，反正那个泡泡就一直跟着我，到现在还没掉啊！好开心，终于可以回到环潭步道啦！这样子我就可以很轻松的走路啊！不用再闪车，闪来闪去。伊达邵码头剩700公尺就到了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伊达邵码头了。可能都全神专注在闪车吧。来这边看一下这个水位有多低啊！这边也很夸张，从来没看过这景象哎。哇，水位真的好低啊！从来没看过这景象。等一下去九蛙那边看一下，九蛙就在前面，快到了。
水洼头步道，这天气真神奇啊！太阳竟然露头了，只是现在快要傍晚了，那快点来去水洼头吧。赤蛙都露出来了，第一次看到哎，超级缺水啊！好啦，九蛙头步道爬上来了，日月潭的景象千变万化，真的很值得一来再来啊！千万别只想着哦，我去过日月潭了，去过跟看过不同的景象，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。日月潭都出现河道了，大竹湖自然步道，大竹湖自然步道，哇！要到明年的1月，我最期待这个步道，我从来没走过哎。大竹湖自然步道，我只能够从上方偷偷的看下去啊，好期待啊！明年的1月底，代表我2月初就可以过来喽。环潭自行车道，好想拥抱你哦！哇，接下来又可以轻松的走路啦！文武庙1.7公里，看到太阳，北部的朋友们羡慕吗？昨天骑单车，骑指南宫的路线，今天知道日月潭这边会下雨，所以就决定来徒步环日月潭，而且没有时间的压力。伊达邵还有水社码头吧，我记得都在那边晃超久的，反正不赶时间呢，还是可以赶在天黑前结束哦。那就快到文武庙喽。今天最棒的地方呢，就是解锁雨天的日月潭，还有虽然不是好现象，可是看到了9蛙，9只蛙都看到了，也解锁啦。那准备回到松柏仑喽。Hello， 松柏仑，我回来啦，回到松柏仑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